这么有所啊！哎呀，到底熬了什么事？这个明目张胆啊！恭喜宿主在职场生存挑战中成功摸鱼999天，累计共获得奖金100亿元。这又的疼！宿主现在只需以一个正当理由被公司开除，就可携全部奖金回归原有的世界，享受生活。宿主，请加油被开除吧！加你大爷个油啊！董事长都住院半年了，剩下的有点钱的都快成哥们儿了，现在又开除我呀！小钱，小钱，别睡了，快开门！咋了哥？赶紧收拾一下，董事长的女儿要来公司视察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的，赶紧收拾，等你啊。杨总，这个衣冠不整，这个不修边幅。你的西装什么颜色？我看呀，黑色。那你的袜子呢？蓝色。我们杨氏最注重的是什么？是仪表，是形象，是精神面。这一批保安全部开掉。另外，通知全部管理层到会议室集合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在这集团里到底还有多少蛀虫。李经理，这么个事儿，给弟弟凑点分呗。董事长的千金从国外镀金回来了。小秦，平日里你待哥哥们不错，哥哥今天多句嘴。咱们这位新来的大小姐，表面上温婉大方、美丽动人，实际上她正着急刷她存在感。就在刚刚，她一口气开掉过10几个保安，大夫可得小心着点。还真是喝水送枕头，巧了不是？新任总裁也是你们这些级别的员工可以随便议论的吗？俺们是这样的人。这不是我的身份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在这里我就不再介绍了。今天把你们喊过来，主要就是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整顿。我让你们说话了吗？哎，安安静静的当人家小美女不好吗？非得把自己伪装成个修身恶煞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更年期提前了呢。还说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不对，刚才的声音明明那么真实，我不可能听错，除非是我拥有了听到别人心声的能力。可这心声究竟是谁发出来的？一惊一乍的，吓死宝宝了。难道是他？这美女总裁老盯着我看干什么？该不会是被我风流倜傥的外表给迷住了吧？或者说，我长得像个青涩系，开始要缠我身子了？我不行不行，虽然她模样长得还不错，而且还和我梦里梦见的女神一模一样，但这小脾气我才不死呢。这个家伙竟然敢在心里这么诋毁我！你起来。秦风，23岁，仓库主管，在杨氏工作了2年零269天。可真巧，到明天你就在杨氏待满1000天了。能为集团效力是我的荣幸。至于干多久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我早已经忘记了。
算说好了不起啊，赶紧把我开了，小爷还等着回去享受生活呢。既然主动想让我开了你是吧？好，很好。秦风，你在杨氏工作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。可我为什么觉得你想被我开除？我操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娘们能猜到我心里想什么？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火烧到我头上倒不介意，但必须得有正当理由才行啊，不然我这2年多的努力岂不是都白费了？哎，杨总您说笑了，集团那就像我的母亲，这当儿子的哪有舍得离开母亲的？2年的努力，就是为了找个正当理由被开除？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古怪，我得把他留在身边慢慢研究。秦风，你口才这么好，当仓库主管确实屈才。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任命你为我的总裁特助，工资奖金翻倍。啥玩意儿？不是说好的为了刷存在感，一口气就开掉10几名保安的女魔头嘞？这画风有点不太对呀。杨总，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？什么意思？集团规定，管理层必须做出重大或者特殊贡献，否则不允许业绩提升。秦主管只有 P4 级别，而您的特助是要 P7级，这一下子跨越了3个级别，不符合公司规定。田特助说的非常对。杨总，其实我也觉得我无法胜任这个职位，要不您看？为了得到我的美色，居然不惜用高欢厚禄留住我，没用的，小爷注定是你得不到的男人。田特助，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杨总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公司……好了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是杨氏集团唯一的法定继承人。在我父亲住院期间，我的规定就是集团的规定。如果谁要是不愿意遵守，那就跟田特助一样，卷铺盖滚蛋！除你之外的啊！散会。至于你，现在收拾好东西，马上到我办公室报到。知道了，杨总。你小子可真是走得狗屎运了。田特助这个马屁精可是老董事长一手带起的，现在因为小秦说开就给开了，你小子是不是跟咱们这位大小姐早就认识？我要是认识，都8辈子血没了。爸，身为女儿生的我，一直都不胜于待见。在您住院期间，宁愿把集团交给那些蛀虫，也不愿意让我接手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向你证明，女人也不比男人差。那个杨总，您找我吗？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在缠我身子。看来俗话说的没错，男孩子在外边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这个登徒子居然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真是可恶！那个杨总，要是靠够了，能不能先起来？胳膊有点酸。啊！用不着你扶，会你坐得上去。
什么狗屁的脾气高知，整天对着台电脑，就算腰椎不突出，也早晚做出痔疮。还是我在仓库当主管的日子舒服呢，想什么时候摸鱼就什么时候摸鱼，天我老子来都不管。原来这个秦风以前真是只蛀虫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不是有几个好哥哥平日里罩着，我的小日子恐怕也过不了那么踏实。果然，集团早已内部外修，必须得抓2个典型了。杨总，海盛集团的楚总来了。听说杨氏集团来了位美女总裁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这个谢秘书也是的，楚胖子就楚胖子，还什么楚总，搞得我这个杨氏集团2年半的老员工都差点没反应过来。秦风不过只是个仓库主管，他是怎么认识楚盛的这位海盛集团总裁的？楚总，请坐。不知道楚总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废话，男人找女人，不为了钱就为了身子。这个美女总裁看起来有点不大聪明啊！混蛋，竟敢3番5次以下犯上府废物，看我待会怎么修理你！既然杨总快人快语，那我楚某也就开门见山了。这是去年贵公司向我们海盛集团的尾款，老董事长有恙在身，又长期住院，我也不好意思去麻烦老人家。现在杨总既然从国外回来主持大局，那这尾款就烦请您请一下。3亿8千万，什么项目尾款需要这么多钱？项目明细合同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。港口搭建和货筹买卖，我们杨氏集团什么时候开始涉及进出口贸易？当然没有了，这本来就是楚胖子给你设的一个骗局。骗局？骗局？爸，杨总，这玩笑可就开大了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有贵公司的公章。如果这是骗局，那这世上就没有真东西了。抱歉，楚总，我们杨氏集团一直做的是房地产项目和科技板块，进出口贸易确实没有涉及，所以我让下面的人去查一查，之后再给你答复。没事，贵公司咖啡的质量还不错，我就在这儿等。好家伙，还以为他真能听出我心里想的东西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，吓死宝宝了。不过单单只是找人核对，那肯定是没有用的。以我多年在仓库摸鱼和打听来的消息，要真这么简单，楚胖子也不会跑这一趟。算了，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等过几年这娘们儿发现我就是个草包蛀虫的时候，我就能回去好好享受生活喽。没想到一个仓库主管居然能打听到这么多消息。秦风，你过来一下。都快下班了，这女人又想做什么哟？我刚来公司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。这份合同你帮我看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搞定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答应你的条件。可如果搞砸的话，我不介意以莫须有的理由开除你。所以，你考虑清楚。那我先试试。不简单，相当的不简单呐。难道他也没办法？也对，秦风不过就是个成天只会偷奸耍滑的仓库主管，我却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。看来真是……单凭公司没有涉及进出口贸易，就能看出问题是出在合同上。
这个杨星云看起来似乎不太好糊弄啊。秦风，你身为公司的老员工，不会连这种问题都处理不了吧？这个，杨总，咱们杨氏集团在江城也算得上是名流企业，现在让一个仓库管理员看咱们合同的内容，你就不怕江城商界耻笑？楚总，这就是您不知道了。今天上午呢，我们杨总已经把秦风封为了总裁特助，现在由他来看合同的内容细节，完全可以了吧？野鸡，难道还真能变成秦风吗？你个死胖子！我仓库管理员怎么了？仓库管理员欠家大米了？你怎么说话？我就说了，怎么的？你咬我，有本咬我！来！给我来！秦风，楚总身为海盛集团的代表，你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，未免也太不把海盛集团看在眼里了。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说出一个所以然，我就……这娘们真要开除我了吗？你就自己辞职。我又不是开除，不是辞职。不对，这个娘们有点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杨总，你要是再这么拖延时间，那我可要通知法务团队，让他们来贵公司拜访。杨倩云，你不是号称江城第一美女吗？等我把杨氏彻底搞垮后，看你怎么跪在我面前求我。杨总，海盛集团的法务不是一般的难搞，要是让他们来公司，恐怕很难收拾。难道真的要我求你才肯出手吗？说起来，这娘们除了脸蛋和身材好点以外，还真是一星半点的优点都没有。居然连竣工前施工方需要资质验证这么简单的环节都不懂。杨氏交到你手里，早晚得还。这样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秦风，太谢谢你了。谢谢我？这娘们果然是常有身子。不行，以后得离她远点才行。楚总，这场闹剧也该停止。你们杨氏想违约？这本来就是一份不具有法律效益的合同，又何来违约二字呢？杨总，我这就听不懂了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怎么就不受法律保护了？我们杨氏从来未涉及过进出口贸易，同时也不具备经营资质。你们作为施工方，连核查都不核查，请问楚子，这样的合同有法律效益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过想想也对，怎么说这娘们也是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能看出这么明显的纰漏，倒也正常。所以楚总还要留下来喝咖啡吗？管够！杨总，真没想到能出这么大的纰漏。我现在马上回去核实，如果确有此事，我到时候一定登门道歉。慢走不送。喂，计划失败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不清楚，但总感觉今天的杨倩云和平时不太一样。是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。倩云，我们也是时候该见一见的。杨总，连这么细节的问题都能洞察到，真是太厉害了。这马屁拍的，不过是些最基本的常识而已，稍微有点心，不就能避免了吗？是啊，这些原本都是些再简单不过的常识，却还是硬生生被下面人给忽略掉了，甚至还差点让公司无端承受高达3亿8千万的损失。秦风，你不会是上天派给我的破局之人吧？行了，谢秘书，
你先下班回家吧，我跟秦特助还有别的事情聊聊。你好像很怕我。杨总平时那么平静，我怎么会怕你呢？怕，相当的怕，怕你喊我上来吃了我。口是心非的家伙。我去，这得顶得住啊！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你想再凑近一点看吗？想。这磨人的小妖精，差点就着了他的道。得了。那什么杨总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……等等，我今天晚上心情好，你陪我吃个晚饭。吃饭？怎么？不愿意？为什么杨总？我上有80岁老母的孝敬，下有8个月大的孩子要照顾，所以杨总你还是命长太阳吧。所有的潜规则都是从一顿饭开始的，小爷才不上你恶当。好你个秦风，老娘在你眼里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？100万吃个饭。不是吧？这女人居然饥渴到这种程度，想花100万来潜规则我？要不……不行，这女人脾气太差，别到时候被她给玩坏了。200万。不行。300万。杨总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500万，陪我吃个饭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明天交辞职信，你自己选吧。长得帅就是容易给自己招人麻烦呢。你好，请问2位有预定吗？帮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好的，这边请。看看嘛，想吃什么？这几个招牌菜都还不错。好家伙，1道凉菜就要3位数，啥家伙能在这儿吃饭？不对呀，那我现在也是作为百亿现金的大佬，还差这一点。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再来消费。一个小小的仓库主管，居然身价100亿，难道他还有什么隐藏身份吗？哎，倩媛，这么巧，居然能在这儿遇见。志华，你来这里吃饭？陪酒回应。这位先生有点面生，他是……他是……你好，我是秦风，我是杨总的员工。原来是杨氏的员工，天宇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下来。好险，要不是我抢先一步，说自己只是一名员工，让这个小白脸知道我对他追求杨倩云够不上威胁，就以他这差里差气的样子，今晚可少不了被针对。真是机器如我呢。嘿。志华是在追求我没错，但他一直都不是个爱玩心机的人，一定是秦风搞错了。那行，我那边还有几位朋友，先识别一下，我有再过来找你。连话都不说几句就要赶着走，估计8成是跑去让人调查了。不过也没事，小爷的身份岂是你这个差里差气的小白脸能调查出来的？秦风，
我先去一趟洗手间。哦，好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叫秦风的女人，我要知道她的全部资料。居然真的被秦风说中了。我要她的全部资料。贤真，倩云，不好意思，倩云，我不知道是你。所以，你刚刚在给谁打电话？我一个朋友。志华，咱们认识了3年，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有一个当侦探的朋友？倩云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所以你就来调查我身边的人。倩云，我只是在担心你，我没有恶意的，相信我好吗？志华，这样让我觉得很陌生。我们走。不是，这菜还没上呢。我说走。这娘们儿该不会是失恋了吧？杨总，尼玛，这叫硬上了！不就亲个嘴吗？至于吗？那可是我的初吻啊！你说至于不至于？杨总说的对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放心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喂，真的？好，师叔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把安全带系上。啊？大晚上的我们要上哪儿啊？还有，你能不能看慢一点？不是，你这大晚上带我来医院干什么？这女人该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然后要我陪她来看病吧？你这脑袋瓜子，整天都瞎想什么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是我爸，刚刚家里打电话说他醒了。不是，你爸醒就醒，你带我来是几个意思啊？我操！既然妈他说要对我负责，该不会就是要领我见家长吧？你就别废话了，跟我走。没事吧？倩云，没想到你还是回来了。这位是你从国外回来的同学。杨伯伯，他不是倩云的同学，是您仓库的一个管理员。不知道倩云为什么会对他这么青睐，不仅带他到花园餐厅里吃饭，还把他带到您这儿来。倩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爸，这年头躺着都能中枪，不也难怪这老头但凡聪明那么一点点，也不至于落个差点被人毒出食物人的下场。是谁？谁在说话？老爷，这里没人说话呀。不可能，我刚明明听到有声音。爸，您刚刚听到的有可能是秦风的心声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见，而且似乎他自己也不知情。您先不要表现出来，具体的我一会儿再跟你说。心声？可能是我刚醒，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出现了幻听吧。尼玛，还以为他能听到我心声呢，差点没给吓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小老头其实还不赖，对下属也蛮关心的。
记得刚来的头1年，我除夕值班时还亲自送了1盒水饺。只是好人不长命啊，影响了某些人的利益，结果了变成这副鬼样子。唉，小车，没什么事，你就先回去啊。抱去送送。请，杨伯伯，那你先保重，我改天再来看望你。咸鱼的宗旨就是斗夜加班啊。那我先撤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聊。嘿，等等，清风，我还有事情要问你。你真操！好吧，如果连这点小的挫折你都受不了了，还不如赶紧给我滚回那个 M 国，继续当你的亲。干爹，这你都看到了。我人前人后的献殷勤，结果却留下一个什么狗屁的仓库管理员，这不反常吗？确实有点反常啊。那个老杨总，其实今天的事情，它真的只是个误会，纯纯的误会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他。什么误会？清风，你在说什么？杨总，你可不能欺负老实人啊！当时明明是你主动亲的我，不对，准确的说来是您强行夺走了我保留25年的初吻，你可不行来账哎！哎呀，我把你留下来不是要说这个事情，我是想问你心里面想的都是真的吗？那你能听到我的心声？你能听到我的心声？清风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天发生太多事情了，你心里面别多想。原来是想封我的口啊！算了，虽然吃了点亏，但看在老董事长以前对我还不错的份上，就不和他们斤斤计较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那要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走了。等等，清风，那个我太累了，不能开车，一会儿辛苦你送我一下。女人真麻烦。那我楼下等你吧。丫头，你话的意思是说，这秦风真的是一个坐拥100亿现金的富二代吗？他是不是富二代我不清楚，但这的确是他的心声，应该不会有假。依咱们杨氏现在的能力，也不过就仅有10个亿的现金，而一个小小的仓库主管居然能坐拥100亿，这个秦风的背景看来不简单呀。所以我才阻止您把我们能偷听到他心声的事情说出去。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惹出更多的麻烦，另一方面，或许真的有人想害你。哎呀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以前是爸小瞧你了，你放心去做吧。谢谢爸。去吧。警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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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间屏障遭到莫名幸运影响，即将在30天后关闭，请宿主抓紧完成被美女总裁开除任务。那要是完不成，该怎么办？宿主不仅会永远留在这个世界，同时还将面临以下4种惩罚中的任意一种：乱走、乱讲、终身重刑、原地爆炸。你大爷的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！林峰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这个想第一个坑你。过来。傻站着干嘛？过来坐啊！不用了吧？怎么？怕我吃了你不成？放心，我还没有那么饥渴。什么叫没这么饥渴？我看就是矿太久了，想潜规则。不过也算了，他想潜就潜了。这药啊，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呢。你得绝症了？啊？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难道他
还真得了什么绝症？江总，您怎么了？这女人怎么回事啊？老是一惊一乍的，该不会真内分泌不协调了吧？秦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杨氏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名好员工。你也要坚强一点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。不是，杨总，您说这话，我怎么有点……小姐，你回来了。许叔，给他清理一间客房出来。秦风，今天晚上你住我家，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医院。不是我。还没找到让人开除我的理由呢，结果呀，到现在你总裁家里。安安没吃鸡口就给我拉走了，也不知道这有钱人家里有没有泡面呢。算了，先出去找找。这有钱人的房子也忒大了呀！这回去以后可不能买这么大房子。咦，这怎么亮着灯呢？杨总，你要是靠够了，能不能先起来？胳膊有点酸。我堂堂江城第一美女，追我的人都排了好几条街去，她居然还敢嫌弃我，真可恶！谁？我操！不会这么巧？秦风，嗨，你。那什么，先说好啊，刚刚是你主动扑的我，不关我事啊。滚！好嘞。死秦风，要不是你得了绝症，我就把你……太凶了，太凶了！确实很凶。看来咱们的计划太提前了。这女人一大早就想回我道歉，哼，门都没有。哼哼。这女人该不会是嫁妆了吧？秦风，我要杀了你！真过分！有什么？我听不见。秦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再笑信不信我开除你？真的。你就那么想被我开除啊？想得美！你别忘了，刚刚要不是我帮你，你现在头还卡在插件底下扭屁股呢。你都说了是刚刚了，你说吧，究竟要怎么着才能开除？要不你求我一个试试？这女人是不是天生犯贱？早知道刚才就多打了几下屁股。不过说起来，
那手感还是很不错的。秦风，做好了。你要干嘛？刚才那都是什么人啊？你问我还想问你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？我只是一个只会吞没仓库管理员，那除了长相确实帅、遭人恨以外，没有什么缺点了。哪能得罪那些人？谁叫你摊上了个好爹呀？难道刚才那些人和爸爸住院有关？我操！这女人又想整什么幺蛾子了？那个杨总，现在不合适吧？秦风，我知道你很不一般，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爸爸是为什么要住院？我求你了。吓死我了！还以为这女人昨天晚上趁我睡着扒我裤子呢。那个杨总啊，虽然您赏识我，现在提拔了我当您的助理，可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仓库管理员，那些高层的我……不，仓库是蛇龙混杂的地方，可以打听到很多小道消息，所以你一定知道。这女人什么时候脑袋瓜子变聪明了？刚才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车上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他们冲的不是你，那就肯定是我，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可以吗？这个我是认真的，秦风。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无论你开什么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。什么条件都可以？只要我可以做到的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那你能在1个月之内开除你就不能想想别的条件吗？不用，就这个就行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他想的都是要被开除。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，想一个人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才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什么？你现在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去一趟医院。我又没受伤，去医院干嘛？这可由不得你。什么？失手了？失手了？一群废物，连对狗男女都对付不了。师叔，再过半个月，杨氏集团就召开股东大会了。现在不仅杨倩云回来了，连杨国辉都行。再这么拖下去，恐怕没什么可怕的。醒来的人可以让他继续睡下去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至于大小姐嘛，可以采取一种特别的手段。女人嘛，只要拿下了，就会乖乖的听话。没查出来。我们的人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，而且路口的监控也被人为的破坏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杨总，要不我还是去国外找几个保镖吧。对方要是有意针对，请再厉害的保镖也没有。可是还有半个月就要股东大会了，您这样万一出点什么事，让我再想想。检查做完了吗？走吧。去哪儿？婚检都做完了，当然是去领证啊。
我操，你该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？婚检都做了，这女人还想要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有些艳遇货吧？可这里也不合适啊。杨总，要不我去准备点什么？你给我过来！秦风，你能不能有点正形？不是你喊我来医院的吗？怎么又怪我呀？我那是得绝症这种事，他应该不想被太多人知道吧？行，不就是领证吗？只要你能查出害我爸住院的人是谁，我杨倩瑜就嫁给你。搞得谁像熊似的。你说什么？先说好了，一码归一码，我帮你是为了让你开除我，又不是要去。好了，不领就不领。说起来，这对父女真是够神秘。杨国辉那可是堂堂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又是路边的小卡拉咪，谁能接到他呀？用脑子想想，不就有答案了吗？能接触到我爸的，难道是？会不会是许叔叔啊？你的事情他都清楚，按照秦风的分析，那就是他。自从爸上次听见秦风的心声以后，其实内心就产生了怀疑。不过许叔毕竟跟随了爸20多年了，谨小慎微，从未出现过错。我实在想不出来，他有什么动机要来伤害我呀？可是除了他，也没有人再能接近你了。这件事让爸再想想吧。要是半个月后的股东大会，你有什么想法呀？爸承认之前是爸对你有偏见，包括通过观察，是爸错了。爸决定你接任下一任杨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不过爸的决定归爸的决定，你最终还是要通过董事会那些叔叔伯伯们的考验的。毕竟杨氏干系的可不光光是咱们一个家庭啊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丢脸的。至于秦风那个小子呢？爸，我一直还没告诉你，他好像得了绝症。怎么会这样？要不然他放着这么好的待遇不享受，天天想着让我开除他。哎呀，这真是可惜呀！我操！谁他妈骂我？我操！谁他妈骂我？干什么呀你？抱歉，我刚才没看到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哈，我来看下伯父。我爸挺好的，你回去吧。臭婊子！有人要破防了，但不知道是谁。千源，我们之间确实有一些误会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的。而且我这次过来是想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商业聚会，对你以后掌握杨氏会有一定帮助的。没冲之前当然没有恶意了，等冲完之后那可就不一定了。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，你俩最好现在就去开房，这样我就能继续美美当当当庭咸鱼了。好啊，不就是聚会，我去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不过我要带他去。你丫的有大病吧？我可以去聚会，不过我要带他去。这女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？难道看不出来人家是想跟你研究坤子吗？带上我干嘛？旷了太久，怕填不满是吧？秦风，夏总，有什么事您吩咐。我看你这样子，好像很不想跟我一起去是吧？这个千源，这次聚会去的都是江城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甚至有一些是连伯父都要礼貌对待的。你这样带一个外人去，不太好吧？这个不错，能成。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聚会，
那我更应该带一个助理去了，不然我一个女流之辈又怎么能应付呢？你说对吧？可是志华，你一再不想让我带个人一起去，是不是另有目的呢？我没有其他目的的。那这样，我去跟主办方打个招呼，咱们马上见。那就有劳了。这女人不对劲呐，怎么突然就通透了呢？走，去哪儿？跟我回家。啊！贱人，今晚就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。要干什么？当然是给你选衣服呀，要不然你穿这身去宴会。选衣服？这么多，那这怎么挑啊？算了，还是我来给你选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要不就这件，换上吧。还不错。哼，你喜欢就好。我搓你个头啊！难道你们有钱人都这么喜欢虐待自己的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不爱，不想，不合适。谁问你这个了？那你要问什么？我美吗？我美吗？那个杨总，其实我……好啦，逗你的。其实你确实很美，但谁叫小爷我无福消受啊！等这件事情解决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等那时候，我看你还跟不跟我说实话。都解决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出马，没有搞不定的女人。房给你开好了，还派了人在门口守着，晚上好好享受春宵。杨倩云，你不是喜欢高冷吗？那今晚我不仅要你成为我的女人，还要把你最浪的一面发到网上，让大家好好欣赏欣赏。这个小白脸怎么来了？俺们是那个小贱人带过来的，不过也好，正好今晚晚上一起进去。不愧是江城地狱美女，名不虚传呐。他身边小帅哥看着也不错呀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哥，感觉很面生呢。80%是从官方镀金回来。哟，这不仓库管理员吗？别说，换了身皮，还真差点没认出来。什么？这小帅哥居然只是个仓库管理员？真是白瞎了这副长相了。居然连保管员都能进入这种高端场合，该不会和人家那么有一腿吧？果然，小爷我就只生了一副令人嫉妒的脸呐。臭胖子，你也不错呀，就你这身肥膘，怕是全场无人能及。住手！舒总，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，你未免也太不把杨氏集团放在眼里了吧？杨倩云，不要以为你爸是杨国辉就可以在这跟我要不要了，别忘了，你现在还不是真正的董事长。周总，你也别忘了，你们海盛集团还欠我们杨氏集团一个解释呢。你怎么突然有了一种吃软饭的感觉嘞？不会这软饭吃的够爽，我喜欢。池总，
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别让外人开笑话。千云，那边几位都是你父亲老搭档了，也是公司最大几位股东，我带你过去认识一下，别好以后自己进入公司。没事，你去吧，我得放一放。哼，一个大男人竟然玩女人的东西，真是娘们唧唧。嘿，我说楚胖子，你丫的属耗子的吧？什么意思？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好，秦风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希望过了今晚，你还能像现在一样桀骜不驯。真神经！不好，因为要出事儿。不是喜欢装清高吗？那待会儿就让你在我面前当荡妇。陈寿，手好了，等老子少玩少办个好处。是。这么大的地方，我从哪找啊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杨倩云啊，杨倩云，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干什么的？赶快过去！楚总被人打了。什么？大哥，怎么办？还行不行？反正我还是带多了。你待在这，我让他们俩下去看看。大哥，搭把手呗。嘘，装什么逼？现在。让他们装逼！小宝贝儿，别着急啊，咱们来玩点刺激的。本来想跟你好好玩玩的，看在你这么骚的份上，我就先喂饱你吧。他妈谁啊？陈少，麻烦您开下门，副总有事找您。死胖子，真他妈会挑舌。小宝贝儿，别着急，老子马上就回来。妈的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嗨，你他妈，杨总，老总你在里面吗？不对呀，难道我早都放假？我好想要，你快给我！这狗日的，这下多重的药啊！这不行，得赶紧走，不能再待着了。哎呀！
快，那小子就在那边。反这么快？哎呀，姑奶奶，咱这才跑路，不是他娘的度蜜月，你消停点吧。果然是在缠我的身子啊！找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出来给我找出来。是，你们2个去那边，你跟我走。你这点早。太康那小子，我要把他丢到海里喂鱼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？当你被猪给拱了的时候，你说有生气，那可是我他妈守了25年的贞操啊，就这么没了。哎，杨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怎么在医院？你说话啊。杨总，您真的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吗？昨晚？所以，昨天晚上我真的把秦风给……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看秦特助一脸受伤的样子，好像是……他还有脸受伤？这家伙把我当什么呀？老娘跟弟都没有他那么狠。他说你是猪，你骂他是牛，还真不是一家人，绝不进家门的。你说说，你们2个废物还有什么用？叔，这事儿他真不赖我俩。是啊，干爹，那小子他那就是属耗子的，我们把整个酒店都翻过来也没有找到。算了，今天的事以后不用再说了。之前我给我那老朋友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会利用杨国辉身体情况为由，提前召开这次董事会。你们要做的就是要记住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一定要阻止杨倩云来到公司，听见了没有？明白，明白。杨国辉，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仇了。是什么？你不是让我查老董事长的事情吗？都在这儿。最后一页呀，我还列了名单，你挨个排查吧。这么多？不然呢？杨总，我希望您能明白，站在您面前的只是一个仓库主管，不是名侦探柯南呐。你怎么还寻思让我直接给你锁定目标啊？开什么玩笑！喝着以为我有玄学，能掐指一算啊？可是这么多，你让我从哪里找啊？总之，怀疑对象我都已经给你了，算这个事情，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喂，爸，什么？董事会今天下午召开？行，我一会儿马上过去。辞退信呢？你当初不是答应好我的吗？只要我帮你调查，你就会开除我的。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？这不是离不离开你的问题啊！总之哎呀，我有些事情跟你说不清楚，那反正我也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让我陪在你身边，不要离开我，可以吗？让我
要命了！他真是要我老命了！这女人怎么这么难缠啊？造孽呀！傻瓜，我逗你的。公司下午提前召开董事会，我要去一趟公司，你陪我一起去，顺便给你开辞退信。好啦，我先去换衣服，你上车等我。我这该死的魅力，100亿！我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守费员300万，我现在是他的10000倍。今后我一定得在你好好找。就是不知道我走过这信仰的闺蜜可以收下来。毕竟他第一次给我，我操！这逼哥再来一次！这逼哥再来一次！不行，这女的还没给我开辞退信呢，绝不能大出事儿。各位，既然大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等等，嘿，老陈是有什么话想说？杨老哥，这人不是还没到齐呢吗？你说的是倩云吧？他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我们大家先聊我。那下面我们就……我说的没到这个人。可不是你那个自以为在国外留了几年学，回来就想指点江山的小丫头骗子。那你说的是谁？是我。你是老李？好久不见，我的老爷。原来背后搞鬼的人真的是你。既然你都猜到了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今天来，我就是要把我当年失去的一切夺回来。当年，你这辈子坏事做尽，自然是记不得了。不过这把钥匙，你自然不会忘记吧？你居然没死！我当然没死呀！我要是死了，还有谁能替我的妻子、替我的儿子、替我的女儿来办这血海深仇呢？是啊，老李，当年确实是我错了。好，你都承认了，那就把公司乖乖的交给我，至少这样，我还能给你留点体面。老李，我确实错了，所以你无论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哪怕是我这条命。但是你要集团，我是一定不能给你的。怎么，你还在期待那个和你一样一事无成的女儿能来到现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她来不了了。你把我女儿怎么样？你猜？这些反派怎么都这么喜欢这种荒废好多年的餐厅？这小妞儿现在身材还不错呀。怎么现在开始这种残花败柳东西？哎，残花败柳，那也挨不住她漂亮。而且你知不知道，这小妞江城是出了名的高冷。虽然说被秦风那畜生拿了一血，被玩跑，可是更润。您喜欢你就上呀，不过这程路上我要补充东西。
哦。1v2的局面，好像有点干不过呀。算了，为了能够回去，老子他妈进来拼了！这声音，等一下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我配合那个是吗？你们帮我解开，我配合你们。瞧，这小妞还挺懂事。好，我给你解开，一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。等等，去队部长。我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你们两个大男人怕什么？星辰呢？你该不会舍不得了吧？你小子是不是傻呀？我跟他认识多久，你跟他认识多久？他什么性格我不清楚。我不管，今天我必须上了他。废物！他妈又是你，还是同一个地方。终于逮住你小子了。没电了吧？没电了吧？杨总，我们快走。那他们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已经报警了。那家伙拿手机拍你的照片，我已经交给了警察，证据确凿。这里，咱们是妇人机器。真棒，走。李建军，我承认当年是在你家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把你和你的夫人红梅从董事局里踢了出来。但是我这么做的话，你该知道你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。你还有脸跟我谈后果？当初我不过就是挪用了我自己呕心沥血才建立起来公司里的一点钱，大不了我吃上几年牢饭，而你却偏偏把我们像两只老鼠一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完赶出公司。你知道，你这种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，让红梅一尸两命。你很了解我的身体状况，能怀上实属不易，而你却偏偏要把她杀死在阳台里。杨国辉，我现在真的好恨我当初没有毒死你。你是说当年红梅已经怀孕了？现在知道后悔晚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向你亲自创建的杨氏集团，还有你和你视为珍宝的女儿，一起下去陪红梅，还有我那个未出生的儿子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，但是我求求你放过千羽，他是无辜的。那我那个未出生的儿子不无辜吗？好了，老李，你都改头换面，隐姓埋名了这么多年，等的不就是现在这一刻吗？放心，我们这帮老家伙一定都会支持你的。没错，我们支持你。对，老李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，都支持你。杨国辉，你看到了吗？现在是人心所向，而你则是后继无人。谁说的？我爸后继无人了？千羽，你怎么？没事的爸，是秦风救了我。好，你没事就好。秦风他人呢？他当然是给许叔准备礼物去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活着来到这里？许叔，我刚才说了，是有人救了我。秦风？是啊，就是他。我机关算尽，没想到竟然栽在了一个餐馆的手里。不过没事，即便是你们活着，今天也是你们杨家
滚出杨氏的日子。那可不一定。众所周知，杨氏集团能在短短的几年里，能够成为整个江城的龙头企业，除了我们这些远程官邸外，在座的股东们称上。只不过从现在开始，包括陈总、贺总4位股东将从杨氏撤资。陈总可是咱们杨氏除杨董外最大的股东，他要是撤资的话，还有贺总，他的占比虽然没有陈总多，但是他掌握了公司近半的进货渠道。陈总要是要走，那顶多也就是资金上缩进来。可是贺总要是离开的话，那就相当于抽了陈氏的脊梁骨，根本就活不下去了呀。当然，我们只是针对的杨家父女，只要大家愿意现在支持我，我敢保证，包括陈总和贺总，他们非但不会撤资，而且还会注资，输送出资。想必各位心里已经清楚了吧？想必各位心里已经清楚了吧？夏伯伯，吴小林看着我长大，您比我亲爸还要亲，您怎么可以？天云呀，大势已去，别再挣扎了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我跟我爸平日里想的最多的就是让你们怎么赚到钱，让你们怎么赚更多的钱。就因为他们两个要撤资，当着我和我爸的面倒戈。杨千云，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向来都是弱肉强食。今天你没本事，被别人掐住了命脉，那么明天就有可能连小命都搭上了。是啊，大小姐，别看平日里我们一个个的对什么都不计较，但是我们也有家庭，也有孩子呀。如果杨氏垮了，有多少员工因此失业暂且不说，就我们平日里游手好闲惯了的，能撑个几天？你不要再说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你们非要这么想，那我也不要拦着你们。看在我教了你们这么多年叔叔伯伯的份上，我善意的提醒你们一句，希望你们15分钟之后别后悔。希望15分钟后别后悔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别说15分钟了，就算再多给你几个15分钟，你也翻不起什么浪。我说的，老杨啊，怎么说我们都认识了10多年了，你还是劝劝你的女儿吧。她要再这么执拗下去，回头连我们都下不来台呀。杨总，秦风他真的可以吗？男人可不能说不行啊。倒着看，秦风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餐馆，有什么资格进来？不好意思，纠正一下，现在啊，我的身份是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2天有人一直在我耳边唠叨，说什么我们新上任的女总裁第1天就破格提拔了一个小白领，这说的该不就是你吧？啊？是不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逼逼叨逼逼叨叨的，全场就显得你能说了。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开了你？想辞退我呀？你恐怕还没有那个资格。这是什么？说你蠢呢，你还不信？这是什么？你不会拿眼睛看吧？不过，我这还有。你好眼熟，感觉和秘书处的一个人一样。哎，快看，这上面的印记还没干，显然是刚盖上去的。秦风，我知道杨家待遇不错，可以说没有杨家，你恐怕连个餐馆都不是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你也不能犯法呀！你就不怕等几年过后，等你出来，哎，你这个娇滴滴的女神，不会爬到别人的床上去？你
我知道啊，所以说我就没改成假的。难道这些股权转让协议是真的？不然呢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众所皆知，整个杨氏的股份都掌握在我们几个人的手里，怎么会有流出去？而且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0.04股、0.05股，最大的一份也只不过是0.1股。我入股杨氏20多年，还从不知道有这种事。那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我不讲，你还骗人啊！秦风所说的，我可以担保，全部都是真的。杨氏一贯秉承的是人人平等的精神，所以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把51%的股份全部下发给了各个岗位。虽然这些股份拿不到手，但是谁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就享有所有权。老李，这件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那又怎样？哎，如果陈总断了资金链，贺总断了供应链，我就不信你这个董事长的位置能做几天。而你所谓的各个岗位持股，他们能支持你几天？这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是铁定的定律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不了从头再来呗，搞得好像地球没了谁就不行了似的。年轻人，狂要有狂的资本。够不够？还不够，我得全部撒。而且刚才你说的什么资金链、供应链，那我问你，公司的基础是什么？公司的基础啊是人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你们光有钱有供应商，没人给你们干活，怎么？你们一个个的身体虚的跟刨工似的。亲自上阵了，不是我瞧不起你们，能行吗？伶牙俐齿，伶不伶牙俐不俐齿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位大叔啊，门口已经有人等着敲门，要不你先，挪挪地儿。秦风，我记住你了。秦风，谢谢你。那你别光只动嘴了，你来点实际的行动啊！实际的。要在这里啊？当然是去办公室啊！哎，要不你怎么给我开辞退信呢？你好，你既然这么想走，我成全你。请报！因受莫名心理影响，系统即将进入自我修复状态。如需重新开启，宿主需再次完成职场生存挑战，在杨氏成功摸鱼999天，且不能被辞退。那你，杨总、杨大美女、神女，你等等我改变主意了。哎，我现在不想被辞退了呀，我真的不想被辞退了。